陆家破产了。陆景年一夜之间从炙手可热的太子爷沦落成了人尽可欺的丧家犬。从前身后跟着的那群哈巴狗，现在争先恐后的给他难看。我也巴巴的赶过去看他笑话。无他，从前他高高在上的时候，最是瞧不上我。明明我对他很好的，我们是大学里认识的，彼时他作为新生代表上台演讲，别人都要扯10分钟，他只说了3分钟，而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，光顾着看他那张脸了。不得不说，陆景年长了一副好颜色，尤其是那双冷漠的眼，看谁都跟看空气似的，偶尔目光朝你聚焦过来，能把人魂都吸掉。我就是这么肤浅的看上了他，然后为了他换专业，跟他做同学做室友，鞍前马后的伺候了3年，直到我是 gay 的传言传遍了学校。有好事者把我这几年默默追求他的蛛丝马迹全部整理下来，发到贴吧，瞬间刷屏。这是事实，我无从辩驳，可他却非要把肇事者揪出来，仿佛我受了天大的侮辱。我看着他惊怒到扭曲的脸，明白了他是个恐同，满腔喜欢还没来得及吐露半个字，就被扼杀在摇篮里。我只能收起心思，主动离他远一点。就这样，他还觉得不痛快，有意无意的跟我作对，时不时冷嘲热讽一下。时间久了，圈里人都知道我俩不对付。今天这场戏是系统逼我来看的。听说人被拐到夜色灌酒了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放过。哪怕不为了掰弯，光是报仇雪恨一下也够本啊。我想想也是。不说当年那场无疾而终的暗恋，这些年我为了避其锋芒，没少割地赔款忍气吞声，难得占一次上风，不得不好好显摆一下。到了夜色的时候，已经有人等在门口引我进去。这原先也是陆家的产业，破产后被抵债卖给了周家，现在成了周家20组的娱乐场所，听说经常在这儿玩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想到这儿，我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，还没进包厢就听到了打斗声。推开包厢门，陆景年像个疯狗一样跟7、8个人对打，屋子里一片狼藉，玻璃杯碎片洒了一地。我开门的瞬间，陆景年分了神，被抓住机会驳倒，膝盖重重的跪在地上。一群人7手8脚的制住他，用皮带反绑住他的手。周家2世祖周慕坤这才嗤笑一声，鼓掌赞叹：猎犬啊！陆景年神色未变，对他的嘲讽置之不理，反而直勾勾的看向我。可能是不满自己被忽视，周慕坤又倒了满满一杯白酒，到陆景年跟前掐住他的脖子灌了下去。我这才发现陆景年瘦了好多，从前不说是双开门，至少也算是孔武有力，现在可能长期不去健身，竟然瘦弱出了几分少年感，加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战损妆，真是我见犹怜。周慕坤把酒递给我，宋轾，听说你也不待见他，要不要一起玩？我勾唇一笑，这点算什么？想把清冷金贵的陆公子踩进泥里，我有个更好的法子。我怀着满满的恶意走向他，欣赏他咬紧牙关的倔强表情，然后扶住他的下巴，狠狠吻了上去。贴得这么近，我的鼻尖充斥着他身上干爽的肥皂香。这么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在我掌控间予取予求，我一时有些忘我。吞咽口水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分外清晰，气氛一下子躁动起来。我良久才意犹未尽的放开他，然后对周围的人赞赏道：可真是人间极品。周慕坤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干，正愣了一下，但是片刻之后脸上就挂起猥琐的笑容。老子还没玩过男的，不过这么角色的试试也无妨。他扔掉酒杯走过来，陆景年的眼睛瞬间充血，咬牙喊出我的名字：宋轾。我呵呵笑起来，拦住跃跃欲试的周慕坤，先来后到，我先看上的人，周总不会不给面子吧？陆家倒台后，如今只剩下宋家一家独大，我开了口，周慕坤再心有不甘，也不得不让步。陆景年的2只眼睛寒光四射，手腕因为过于用力被勒出了红痕，膝盖上的血渍一出，整个人像头炸了毛的狼崽子。我的心脏有一瞬间的酸软，幸好系统及时给我打气。上啊！推倒他！只要能掰弯一个直男，咱这任务就完成了。
就当是为了报仇，必须拿下。一阵雄风，我赶紧表情管理，笑意盈盈看向他，怎么样？你是要在这里被他们所有人欺负，还是要跟我回家？他微微仰视着我，目光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扎得我有点疼。跟你回家。我满意的替他解开皮带，在他耳边撩拨，跟我回家就得听我的话，我叫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从地上站起来，活动了2下手腕，1.9米的个头瞬间让我有了压迫感。我突然有点后悔就这么松开他了，要是他突然抱起我这身板可招架不住。你别后悔，他语气冷硬，倨傲的一如既往。哎呦，我这暴脾气！我立马抓起他的手，故意十指相扣的膈应他，挑衅的提醒，别忘了你家的债，听说你家老爷子现在还在医院昏迷，现在能帮你的人只有我，你最好是识相点，再恶心也给我咽下去，搞清楚现在我们谁上谁下。我本来是要给他个下马威的，可说到最后这句谁上谁下一下子失了气势，陆景年甚至对我挑了挑眉。妈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再解释就有点欲盖弥彰了。我气急败坏的捏住他的脸，急躁的亲了一口。长夜漫漫，我有的是时间证明自己。回程路上下雨了，我开了40分钟才把人带回家。这里是豫园，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，是我妈送给我的18岁成人礼，也是被我认定为自己家的地方。其实我平时都不住这儿，哪儿方便睡哪儿，但是今天带着狼崽子鬼使神差就开到这儿了。我好像总想拿最好的招待他，这想法太有病了。我惊觉过后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。你怎么了？陆景年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怒从心中起，恶狠狠的命令，你家的债我来想办法，今晚你必须伺候好我。说完又反应过来不对，他家的债我想个屁的办法，他家也欠着宋氏的债呢，伺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新仇加旧恨，我一腔热血没处使，滚进去洗澡了。洗了一半，发现没拿换洗衣物，想喊陆景年帮我取一下，可话到了嘴边却发不出声。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呢？我居然可耻的在意着他的想法，可我本来就是要报仇雪恨的。谁叫他看不上我，辜负我3年苦练，他夹制在我被人推揉而不会还手的时候骂过我娘娘腔。我的眼睛一下子酸涩无比，麻木的处在那里，任由热水浇灌一遍又一遍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3而竭。我在心里反复回忆他高傲冰冷的神情，他对男童的不屑一顾，他看到别人说我是 gay 时的暴怒，默默积攒着怒气值。不是厌恶男童吗？今晚就狠狠唐他你。可一个念头突然飞进来，拜系统所赐，老子虽然高中时就觉醒了性取向，可还是雏鸟一只啊，从来没练过手。这万一临阵上场不会了咋办？我正忧愁的想着，玻璃门突然被打开，陆景年抓着换洗衣物站在外边。还没好吗？在等我服务。我就这么愣在那里，被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羞得我耳尖通红。谁叫你过来的？滚开！结果他不为所动，反而越看越过分。不是让我好好伺候你？他把换洗衣物放到一边，突然当着我的面开始脱衣服。不愧是陆景年，身材好的不像话。我脑子里闪过郭沫若的课文，增之1分则嫌长，减之1分则嫌短，素之1乎则嫌白，代之1乎则嫌黑。等回过神来，陆景年已经站在我对面，淋浴室突然显得拥挤。想对我做什么？坐吧，他哑着嗓子说，眼神暗藏汹涌，我看不穿。我心跳如鼓，尝试着将手放在他腹肌上，触感一如所想。扑上去啊！吻住他的嘴，看他在你身下破碎。系统在脑子里疯狂叫气，可手脚就跟失联了似的，完全不听使唤。我跟个木头人一样杵在那儿，只有呼吸是紊乱的。算了，乖孩子干不出混账事，还是放过他吧。我刚准备这么说，陆景年突然反手将我压在玻璃门上，骤冷的温度让我惊呼出声，也让陆景年的眸色深了一层。你干什么？我后知后觉的预感不妙，急得音调都变了。伺候你，他还气定神闲的。不必了，我命令你现在出去，
他仿若未闻，指节分明的手掐住我的腰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带我回家，帮我还债。对我这么好，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”说完便强势的吻住我，唇齿缠绵，无止无歇。被陆景年抱着放上床时，我整个人是崩溃的。他的吻太过霸道，好像能掠夺思考，我浑身酥软难耐，只有手臂紧紧攀附着他。乖，放松，他又哄着。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反应，在脑子里发疯一般戳系统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大猛攻人设吗？系统脚里啪啦响了一阵，然后弱弱的告诉我，我查过了，只要能掰弯直男，谁上谁下其实也影响不大，我去他妈的影响不大。我把这辈子能想到的脏话都骂了出来。系统仿佛死机，接下来是关你的隐私，我先闪了，我欲哭无泪，叫天天不应。陆景年的力度渐渐失控，呼吸间喷薄着淡淡的酒精味，将我的锁骨咬得斑驳一片。我彻底慌了，陆景年你个畜生，你敢对我做这种事？放开我！他蹭着我的脖子低低闷笑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我软硬兼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先放开我好不好？他不再废话，猛然一个动作，我痛得脚趾蜷缩。昏昏沉沉间，感觉到他抱着我，温柔的亲吻我额头，将我的名字喊得缠绵排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幻听。等再度醒来，身体已经被清理过了，我感觉自己是一朵风雨洗礼过的残花，凄凄惨惨戚戚。我一个大猛攻，被破产了的死对头攻了。这就是我的报复，把自己报复到敌人的身下，羊入虎口，予取予求，就特么离谱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重新上线，宿主，你还好吧？好你个大头鬼！我生无可恋，叹了口气问他，这也算任务完成了吧？我受了这么大的罪，闹了这么大的笑话，都不计较了，好歹也算是交了差。系统突然支支吾吾，我嗅到一丝不妙的感觉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无法分辨陆景年是真的弯了，还是形势所迫委身于你，任务结束不了，委身于我。我沉默了，在心里唱了3遍冷静之歌。我问系统，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证明他是真的弯了？只要让他心甘情愿亲口对你说一句我爱你，陆景年，说我爱你，对着我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穿好衣服往外走。宿主你去哪儿？我去死一趟！我拖着残败的身体一通一拐往外走，系统还在叽叽喳喳的劝我，咱别泄气啊！万里长征已经过了最难的一关了，睡都睡了，还怕拿不下吗？你现在应该乘胜追击，狂刷一波好感，控诉他的粗暴，让他愧疚，让他怜悯。人设变了未必不是好事，被他睡总比睡他容易些不是？我被吵得脑壳疼，从钱包里取出2张钞票丢在陆景年床头。昨天他被绑过来的时候身上只有1个手机，估计也没什么钱，豫园交通不便，总得让他能打车回去。至于我暂时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，躲在公寓养伤。3天后我才终于能正常行走，身体恢复了，自然就得回去上班。我拿出宋氏总经理的架势，威风凛凛反攻。结果刚到公司门口，就迎面撞上了蹲守我的陆景年。我只值200，他一开口我就眼前一黑。可能是失身于他的原因，我现在对他的感觉很复杂，又这又那的。那是给你打车回去的钱，我解释道。那我的服务报酬呢？他面不改色。我直接暴走。你还想要报酬？陆景年皱起好看的眉，好像很惊讶。你对我的表现不满意？我回顾了一下那天晚上我梨花带雨的惨状，使劲闭了闭眼。不用了，我挺满意的。你们家的债我会想办法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他的脸色瞬间沉下来，又变回了从前那个自带冷气的陆景年。我总感觉他恨不得扑上来咬我一口。用完就丢，一句解释也没有。确实是你的作风，他连说话都是凉飕飕的，眼睛里的敌意不加掩饰。我被他的冷漠刺得难受，委屈如山体滑坡倾倒下来。是我用完你就丢？那天晚上痛得浑身抽搐的人是谁啊？情绪一下子上来，我没能控制住音量，不少同事都好奇的看过来。陆景年察觉到我不对劲，
素来平静无波的眸子里泛起了慌乱，抓住我的胳膊往里带，先进去再说。我不想在公司门口跟他拉扯的难看，只好跟着他去了顶楼办公室。一进门我就刻意和他保持距离，皱着眉头忙我自己的事。是我不好，但我一觉醒来你就不在了，想联系你，发现所有联系方式都被你拉黑。我在楼下等了你3天，陆景年难得有耐心解释的时候，但我此刻什么也不想听，只觉得烦躁。我不说话，他也不在意，自顾自发号施令，把联系方式都加回来，给我安排个工作。哼，我这回是真气笑了。陆景年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凭什么要管你？我帮足了劲要听听他可笑的理由，然后狠狠给他难看。结果他说我需要你的保护，你是我唯一能求助的人，一脚踢到棉花上。我半天没缓过劲儿。从前我追着他跑的时候，也曾经幻想过有一天他不再是无所不能的陆景年，那么我就可以给他很多，那么他就能需要我。可是真有了这么一天，我却好像不想再追着他跑了。你为什么需要我的保护？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双拳难敌四手，想找我麻烦的人太多，尤其是周木坤。提到周木坤，我想起那天晚上我那个恶意满满的玩笑，终于心虚了。果然人还是不能做坏事。公司暂时没有招聘计划，你先当我的助理，我给他安排了一些简单的行政事务，他都处理得又利落又漂亮。没想到堂堂总裁当起基层职员依然游刃有余，近距离接触，我有点发自内心的赏识他了，慢慢的把一些重要事项也交给他，然后越使越好使。用古言的话说，他成了我宋氏最好的一把刀。当然与此同时，我也没忘记帮他还债的事。陆氏虽然破产，但是底盘仍在，只要现金流能恢复，通过债务调整消除破产原因，还是有重整的机会。这段时间我把宋氏能匀出来的现金流最大程度的体现，然后以投资的名义打到陆氏的账上。接下来怎么运作是陆景年的事，我没有越俎代庖的必要，当然平心而论，我也没有胜过他一筹的能力。3个月后，行业峰会开幕，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要过去，是绝佳的结交人脉的机会。我有心再拉陆景年一把，便想着把他一起带过去。穿正式点，以我助理的身份一起过去，我把邀请函交给他。为什么要带我过去？我如今已经不适合参加这样的场合，我好心提携，结果他屁话连篇，不但没有痛快接过去，再给我磕一个，还一副质问的语气，目光炯炯的盯着我。我不耐烦，冷笑着回复他，当然是去给我挡酒了，你不是很能喝吗？今晚请务必好好表现。陆景年的目光一下子暗淡下来，脸色掩饰不住的灰败，看得我心头也跟着窝火。晚宴上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是常规操作。陆景年作为曾经的太子爷，对这一套本该驾轻就熟，可他今晚就跟有什么大病似的，咔咔一路猛喝，不但对别人的敬酒来者不拒，还不论身份逮着人就敬。我在他旁边应酬了2小时，愣是滴酒未沾，这给我气的，还想着拉他一把呢。就他这副丧心病狂的酒鬼样，哪个投资人敢沾他边？好不容易憋到酒会结束，一出门我心头的火就开始炸裂。你有病，为什么不早说？白白浪费我时间。我对着他那张通红的脸就开始输出。喝醉了的陆景年比平常迟钝许多，看我发火也不紧不慢的，软绵绵的解释，是你说的要我给你挡酒，我全力表现了，你怎么还不满意呢？蠢笨如猪，我言简意赅的评价他。结果他听了我的话，竟然红了眼圈，不顾一切的纠缠上来，酒气熏天令人作呕，他竟然还想凑上来吻我。我一瞬间暴怒，用尽全力将他甩到地上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自己开车跑了。夜晚的风冰冷刺骨，我想起陆景年一个人倒在地上的样子，觉得痛快极了。他就敢好好的醒一醒脑子。可是酒会现场太偏远，他醉成这样根本回不了家。我在路上绕了5分钟，还是掉头接他回去，然后发现他不见了。地上早已没有他的身影，周围也没有，到处都没有。
我把喝醉的陆景年弄丢了。恐惧如蛛丝缠绕住心脏，我慌得弯下腰来。我一边在脑子里拼了命的戳系统，一边去门禁处调监控。宋氏总经理的身份第一次被我发挥到极致，我像个急得团团转的暴君，恨不得把尔等陪葬挂在嘴边。系统匆匆上线，了解完情况后，一时也沉默了。只有被绑定的攻略对象，我才有定位权限。可是之前问你要不要绑定他的时候，你说希望不大，想再看看。系统不无遗憾的告诉我，我已经懊悔到麻木，强撑着一口气，争分夺秒去找他的下落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一定能找到他。我怕的是我来不及找到他。落魄的陆景年，绝色的陆景年，醉酒的陆景年，我不敢想象他在遭遇什么。10分钟后，下属跟我汇报监控调查结果，陆景年是被4个男的抬上一辆路虎车，开去了最近的酒店。我的心沉到谷底，不要命的飙车，找人，撞门。等我终于看见他的时候，他那么安静的躺在那里，身下是鼓鼓的鲜血，衣服破碎的挂在身上，手上紧紧抓着一枚树叶胸针。我一眼认出来，那是我大学时候送他的生日礼物，他戴了一整晚，而我现在才认出来。我疯了一样让所有人滚出去，然后艰难的靠近他。他的大腿上有累累伤痕，我猜是他为了保持清醒而自己划的，用那枚胸针划的。那时候他大概恨不得死掉吧。我撕开自己的衬衫，替他包扎伤口，帮他把衣服重新穿好，全程没有说一句话，也不敢去看他的脸。最后我颤着手想把他抱起来，碰触到他腰的时候，他轻声叫了我的名字，宋志。那一刻我已经麻木的心好像有了知觉，每跳动一下都像有千万把钝刀在上面反复切割，痛得我难以呼吸。景哥，我应了一声，却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。你出去一下好不好？他微声说着，好像这句话已经用掉了他最后的力气。可我没有听他的，我送他去了医院，办好住院手续，通知他的父母。此刻才知道他的父亲还在医院昏迷，母亲在3年前就已经和他父亲秘密离婚，不久前去了英国。最后通知了他的堂姐。做完这些，我坐在病房门口的长廊上，闭上眼睛，在脑海里呼叫系统。系统一直在线，即刻绑定陆景年为唯一攻略对象。我平静的指令，系统迟迟没有操作。攻略对象一旦绑定就不可更改，距离任务期限只剩不到1年。陆景年他经历了这样的事，不可能再喜欢男人了，大概是陪伴了太久，系统也开始感情用事，不忍心看我走上绝路。你那么好看，随便找个人撩几下就能完成任务了。完成任务后，你想继续留在陆景年身边也可以。见我不为所动，他甚至罕见的发出了哭腔。可我今天太累了，实在没精神陪他说话了，麻木的重复了一遍。即刻绑定。陆景年的堂姐来得很快，是个漂亮到张扬的年轻女孩子，风风火火，迎面甩了我一个大嘴巴。这一巴掌扇得我嘴角流血，耳鸣不止。我又想起陆景年一个人倒在地上的样子，心里觉得痛快极了。他看我不知悔改的冷笑着，心里大概是气极了，用金属底座的包包劈头盖脸往我身上招呼，直到医护来把他拉开。我就知道你早晚会害死他，如果他肯听我的话，早点远离你，今天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？宋志，是你害了他，你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害了他，为什么遇到这种事的人不是你？为什么要是他？他说着说着蹲在地上哭起来。他怎么受得了？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这句话戳得我痛极。我想起那天在夜色，他被人绑着跪在地上灌酒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点算什么？想把清冷金贵的陆公子踩进泥里，我有个更好的法子。那天晚上我随手射出的那发子弹，终于在此刻正中眉心。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了。陆景年的堂姐进病房看他，他们在一起待了很久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冷静下来，不再想对我动手。进去陪他，
不要再提这件事，交给警察。他说完想走，走了2步又停下来，从包里拿出一张便利贴，写下几个字给我。这是他现在的住址。我接过便利贴，放进口袋，然后走进病房。陆景年已经醒了，脸上毫无血色，平常鹰隼一般锐利的眼睛此时略带迷茫的睁着，看起来纯良无害。我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，对他甜甜一笑。景哥，这回我发出声音了。他的表情微微一愣，像只很可爱的萨摩耶。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叫过他，我只有在大学最喜欢他的那段时间，每天几百遍的这么叫他。景哥，我去给你占座。景哥，中午一起去吃饭。景哥，那女生喜欢你，你怎么想？那时候我恨不得把她所有时间都占满，表达喜欢也不遗余力，热情莽撞，不知道灰真让人怀念。我顺手拿起果篮里的苹果，熟练的削皮，一圈一圈，不会断掉。原先我的手没这要巧，富家少爷从来不用干活，生活技能全废，还是大学的时候为了讨好他刻意苦练的。削好皮，横腰分成2半，这样每一半的侧面都有一个五角星。我递给他一半，心心相印，说着自己都笑起来。这都是什么鬼啊？往事不堪回首，我那时候是没长脸皮吗？这么离谱。可陆景年却笑起来，空洞的眼睛里有了一丝神采。没有发生你想象中的那件事，不用这么内疚。他温声开口。我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，仔细观察他的表情。他微微笑了一下，将被子掀开来一点点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自己检查。我没有让他们做到最后一步，他有些艰难的说着。我立刻将他的被子重新盖好，那些压抑在心里仿佛黑洞般沉重的负担终于裂开了一线出口，我呜呜的哭出了声。我的过错不会因为他受到的伤害没有那么严重而减轻1分，我只是庆幸那些我不敢想象的惨烈没有真实发生，庆幸陆景年的骄傲没有碎得那么彻底和不可挽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混账，我不住的说着。他轻柔的拍着我，任由我歇斯底里的发泄。只是等我终于平静下来以后，他才松了口气似的说，宋轾，我们两清了。我的哭声戛然而止。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他真的是很严谨的一个人，连我年少无知时蛮横无理的一点喜欢也要尽数还给我。我擦干净脸上的泪水，努力笑得像从前那般乐观开朗的样子，问他，你能不能最后送我一个礼物？什么？你能不能心甘情愿的亲口对我说一句我爱你？我去着脸问他。那天他沉默了很久，一直到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才不确定的告诉我，我也许爱过你，这样也很好，这样就够了。我去找了周木坤，那天人是他绑走的，他在另一家私立医院住着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敲着脚躺在床上摸小护士的脸，另一只手打着厚厚的石膏。我立刻就笑了。宋轾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身体怎么样？我客气道。他立刻就来了精神。你也太有心了，我爸都把我住院的消息封锁了，在这儿没人玩都快憋死了，没想到你还记着我。我笑得温柔。你把陆景年怎么样了？他的脸垮下来，别提了。好不容易逮住他，本想大干一场的，那家伙醉成那样还有力气，把我一条胳膊都拧折了。我们4个人都没架住他，跟条疯狗似的。说着他眼睛又亮起来。不过那小子当真是个尤物，那身材，那皮肤质感，比小姑娘都带劲。老子早晚要上一次。唉，他没能继续说下去，因为我拽着他那条打着石膏的胳膊狠狠拨到地上，然后死命的踩。我是真的想把他踩进水泥里，不过得亏他现在折了一只手，使不上劲，不然我的小身板是打不过大多数正常男性的。我踩了一会儿就受不了，主动松开了，主要是周木坤的惨叫实在太瘆人了，感觉自己跟杀猪似的。你动了我的人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们一个一个都给我好好等着。你疯了吧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周家可是宋氏的长期合作对象。你放心，很快就不是了，
武力不是我的强项，杀人诛心，我会让动了陆景年的人付出比他惨痛100倍1000倍的代价，这样才能宽慰到我自己啊！我都失去陆景年了。做完这些，我按照便利贴上的地址去了陆景年的家，门是密码锁，我一瞬间福至心灵，输了自己的生日。门锁打开了，陆家破产后，祖宅已经被法院拍卖，他现在的住所大概是租的，很小，80平米的样子，但是整洁如新，连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，和我寸土寸金的狗窝是天壤之别。屋子里家具很少，黑白色调，散发的气息一如本人，有点不近人情的样子。我往里走，最里面的主卧被改成了书房，书房是整个家里最热闹的地方，三面都是书架，整整齐齐摆放着那些年我随手送出的每一件礼物，足球、玩偶、音响、加湿器，乱七八糟的，很多我都不记得了。我那时候钱多的没处花，看到什么都想给他带一个，想着万一他会喜欢呢。其实也没花多少心思，居然被妥帖收藏了这么多年。我才发现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他，而我曾经拥有过他很丰盛的在意，却没有察觉，已经失去比未曾拥有更让人难过。我在这个没有人的屋子里嚎得不能自已，把系统吵疯了。我确实工作能力欠缺，才会造成重大失误，系统突然一板一眼的检讨。什么？就你这娘们唧唧的，怎么可能是大猛攻？滚犊子！老子痛失所爱，都恨不得死了，我抽抽噎噎。这你倒别说，你绑定了唯一攻略对象，到期掰不弯他，咱俩死一块儿。咱俩？我心头一跳，你死个屁！老子绑定了你为唯一宿主，你个杀千刀的！系统暴跳如雷，你他妈不早说！我一个人的伤怀意外的演变成了2个人，哦不，一人一系统的对骂，骂到最后我俩都歇菜了。你说陆景年有没有可能还喜欢我？在你把他随手扔在路边被人捡走之后吗？你他妈当时怎么不跳出来提醒我？你犯病又没有提前打招呼，我就休眠了一小会儿。按理说我是没脸再去找陆景年的，但是系统毕竟跟随我多年，多少有感情。我带了一束比人高的玫瑰花去接陆景年出院，出门前还精心打扮了自己，自我感觉不错，精致俊秀的小奶狗。系统对我为他2肋插刀的一举分外不屑，早干嘛去了？孩子死了，你来奶了！我语塞，一怒之下怒斥，滚回去休眠你这个坏东西！到病房的时候，陆景年已经收拾好了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也换上了他自己的衣服，笔直的站在那里，气宇轩昂，强大自信。我本来是要当场犯花痴的，如果旁边没有那个忙忙碌碌、一脸笑意的漂亮小姑娘的话。你怎么来了？陆景年开口问我。旁边那个也是一脸懵，这位是我捧着比我本人高半头的巨型玫瑰，有种无处遁形的窘迫。这张脸就特么是捡都捡不回来。我路过，来看看医生。花是朋友送的，你也今天出院哈？我睁着眼睛胡说八道。哈哈哈哈，你朋友好有意思啊，小姑娘很给面子，笑得一看就发自内心。我无以为报，顺手把玫瑰花递给他，他愣愣的接下，然后欢天喜地借花献佛。你今天出院耶，给你鲜花欢送。陆景年有些无奈的看着他，还是伸手接过了。他好厉害，拎着这么中二的花，都浪漫成一幅画。我眼巴巴的看着他，又眼巴巴的看着他俩，之前打好的连篇副稿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喉咙梗得难受。这尼玛，他俩配一脸，那我怎么弄？我跟系统死一块儿。我们各自都有美好的未来。心情沉郁顿挫，脸色自然也不好看。小姑娘很热情，哥哥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悲从中来，点点头。我得了绝症，要陆景年心甘情愿亲口说一句我爱你才能好。小姑娘被我吓着了，半天不知道怎么反应，求助的看向陆景年。陆景年眉头紧皱，嗔怪的看我一眼，不要开这种玩笑。小姑娘这才放松了脸色，重新挂起笑脸，吓死我了，老板！你这朋友太狠了，避碜都不知道。我一下抓住重点，
你是他员工吗？小姑娘立刻骄傲地伸出手，你好，我叫梁星辰，是老板的左膀右臂，说着调皮地冲陆景年眨眨眼。我浅浅握了一下他的手，感觉自己离死不远了。系统适时出声，黄花菜彻底凉了，陆景年这种抢手货，只要他想，哪有空窗期的道理？你虽然长得也不错，但人家小姑娘更软更嫩，2月枝头一朵花，一掐就出水，你胜算寥寥啊。不过你也有优势，至少你俩有过肌肤之亲，总归是不一样的。我被他烦得要死，又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发作，只能先借口离开。有人来接你我就放心了。那个，我本来订了餐厅请朋友吃饭的，结果他突然有事来不了，要不给你们去吃吧，至真园的位子。啊，是我想的那个至真园吗？梁星辰2只眼睛一下亮得像星星，扯着陆景年的袖子撒娇。老板，陆景年居然没有推开他，反而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发顶。他从前可是最烦这一套的，完犊子了，我小命休矣。我充当车夫护送他俩去吃饭，然后借口有事离开，把空间留给他俩发挥。太凄惨了，心里慌得一塌糊涂，于是跑到酒吧猛猛喝酒，一边喝一边和系统抱头痛哭。我抱着自己的头哭，为今之计靠别的是不成了，不然索性不管他的死活，把他绑在床上睡他个10天半个月。兴许还有转机，系统动着歪脑筋。我无语至极，把他绑在床上还有个屁的转机，老子特么是个兽。唉，系统叹气，你个不中用的，咱俩等死吧。我不服气的又干了2瓶，反正都要死了，还不彻底的放飞自我。酒壮怂人胆，我断断续续喝了5、6瓶，现在胆大包天。叫了车一路奔向陆景年的地址，还自己输密码进了门，躺在了陆景年的床上，然后沾枕头就睡着了。等迷迷糊糊睡醒，已经是深更半夜，外面漆黑一片。我四处望了望，看到陆景年蜷着身体睡在一旁的沙发上，2只手臂紧抱在一起，看着就憋屈。我摸黑走向他，蹲在他旁边，在黑暗里贪婪的用目光描摹他的脸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人，我不能跟他在一起，想想就伤心。突然陆景年像有所感应一样，眼睛忽的一睁，我吓了一跳，随即扑过去用力吻住了他的唇。都要死了，没再怕的。陆景年的嘴巴好软啊，他一点也不抵抗。我越闹越上头，呼吸渐渐急促。你在干什么？好久他才出声，他的声音像冬天冻住的冰凌，没有温度。你不喜欢我了吗？无论我怎么做，你都不要我了吗？我哭着质问他，眼泪像自来水一样不值钱。他抿着唇不说话，眼睛里都是不耐烦，胸膛起伏，蓄势待发。可能是要揍我吧。想到这儿，我委屈的更厉害，开始原地发疯。我是做错了，可我就没有做对过吗？我以前对你那么好，你一听别人说我是 gay 立刻就翻脸。我就是喜欢男人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你，怎么了？求求你了，陆景年，你疼疼我吧。我不管不顾抱住他，不知道该怎样留住他。疼疼你。呵。陆景年冷笑着，眼底的凉意跟冬夜的寒江一样泛滥。然后呢？被你一觉醒来就当陌生人，连一句告别都不配有，还是被你随手扔在大街上听天由命。宋志，我在你眼里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只要你招手，我就得乖乖摇尾巴。你良心被狗吃了。他语气里的恨意让我心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认真与我针锋相对的陆景年。可就是这样全身竖起刺对我咬牙切齿的陆景年，让我觉得好心疼，好心疼。我想要燃烧自己来温暖他。下一秒，整个人都被扑倒。陆景年这回真是来报仇雪恨的。我软话说了几箩筐，他丝毫不为所动，还敢一声不响的扔下我跑路吗？这句话他一晚上问了无数遍。不说话就罚，我是不说话吗？老子他妈是真的说不出话了。第二天我意外的醒得很早，因为没睡饱，脑壳胀胀的痛，
嗓子也干痒的厉害。想下床倒杯水，但不知怎么想起他昨晚的凶狠劲儿，愣是没敢私自下床。一直到憋不住尿急，陆景年还睡得跟死猪似的。他的手箍在我的腰上，我一动他就得醒。为了不吵醒他，老子硬生生憋了2个小时的尿，等他睡醒，我都快肾炎了。陆景年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我那张大大的怨妇脸。他不是太满意，伸手给我揉成了饼。给老子起开！老子膀胱要爆了！我扔掉他箍在腰上的手，就想跳下床，结果被他一把按住。我测那不是吧？他不由分说就锁了一个长长的吻。我本来就尿急，被他这么一勾，差点尿床上。好不容易泄了洪，冲了澡，总算又有了人样，神清气爽，打算找他算账，就看到他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早饭。长身玉立的清贵美人，系着天蓝色的斑点狗围裙，细细的腰线被勾勒得分外明显，还有那双白净修长的手，看着圣洁无比。我还记得昨晚他是怎么，我是个习惯了赖床的人，很少遇见这样的清晨，阳光明媚，照在喜欢的人身上，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光晕，让人轻易就想到永远。我喜欢陆景年，他其实也喜欢我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白头到老呢？我觉得你有戏。哦，是我们有戏。啊，不对，是你们有戏。系统突然兴奋出声，跟麻雀似的在我脑子里叽叽喳喳。我就知道扯那些犊子没用，感情升温还是得靠干柴烈火。我的眼光怎么可能出错吗？就你这小脸蛋小气质，掰弯个直男还不是分分钟，还不是睡一觉的事。哼！系统一番话说得我心潮澎湃，有尾巴都得摇起来。我大摇大摆的去饭桌那儿坐下，享受他亲手端上来的鱼汤面，小手一指，陆景年，说你爱我。他被我这莫名其妙的架势整得一愣，一大早又发什么神经？过来吃面，话说的一板一眼，可脸上那一闪而逝的局促和羞涩，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小样儿！确认过眼神，我还怕你？就凭他昨天晚上恨不得把我生吞入腹的热切，我也不信他对我一点意思没有。陆景年，老子国服第一扳手，信不信我让你弯成一盘蚊香？有了底气，我也不急了，老神在地吃面，吃完碗一推就去了书房玩电脑。这房间是真好，四面八方都是爱意。陆景年过了一会儿进来，看见我跟只猫一样眯着眼睛听歌，给我啪的一下把音响关了。说说吧，昨晚什么意思？我有一瞬间都怀疑自己听错了。陆景年，你是真提了裤子不认账啊？昨天晚上的事还轮得到你来跟我讨说法？不是你半夜爬我的床？我理不直，气很壮。但是转念一想，陆景年这人吃软不吃硬，越是对着干越是不留情面，要是好好示弱的话，反而能讨到便宜。反正都老夫老妻了，何必争这个脸面？于是我直白的告诉他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要和那个梁星辰在一起，怕的要死，想靠身体留住你。果不其然，这回轮到他语塞了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，那是我远房表舅家的小孩，毕业了来我这儿实习的。你给我的钱，我又把公司开起来了。我看着他微红的耳尖，在心里跟系统机长庆贺。拿捏，从此我除了身娇体软，啥都很硬，玩一点小心机就把陆景年这头狼崽子当萨摩耶溜，也不急着让他说我爱你了，反正人在手里越抓越紧，还怕他个鬼？过分自信的后果就是某一日午夜梦回，我突然惊觉今天是任务期限的最后一天，而我还没能逼他说出这句通关密码。完脱了！我跟系统一起尖叫，凌晨12点的夜晚，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，把陆景年吓出了重影。在天崩地裂的一瞬间过后，任务过期，我和系统仍在。死了吗？你快去查查，系统哪里啪啦一顿操作，经查询，任务早就成功了。是我一直没登录后台接收消息，劫后余生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安定下来才好奇的问系统，怎么就突然成功了？他也没说我爱你啊。经查询，
任务期间攻略对象自发开车次数过多，认定掰弯成功。好吧，一分耕耘一分命硬，